Hello，大家好，我是 Karina。今天呢，我要来跟大家聊聊时间管理这件事情。我很紧张。我一直都很想聊聊这个话题，因为很多人都会问我说，我到底是怎么有时间，又要读书，又要剪片，又要找工作，又可以有时间看剧的。再加上这个礼拜真的是超级忙碌，就是很多考试报告，我朋友跟我都还遇到那种雷队友。除了很生气以外，我们也发现 time management 的重要性。而且我也一直觉得说，就是 being productive 跟很 organize 跟时间管理这三个东西真的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我今天会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一些关于时间管理的 tips， 第二个部分是我平常都怎么manage 或是 schedule my plan， 然后第三个呢是大家敲碗很久的要怎么用 Notion。我在构思这支影片的时候，是希望你们呢，我觉得我的 tips 不一定全部都套用在你们身上，但是希望你们看完影片之后，可以开始有点规划，然后就算再怎么忙碌呢，也不会觉得很着急的感觉。最重要的是，对你如何度过一天的方式感到满意，我觉得那样就够了。第一个点是 be disciplined， 就是说要自律。很多专家都说 time management 跟自律真的是息息相关，然后我也觉得自律这件事情真的太重要，但同时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个 mindset 问题，就是并不是有一个实际的东西让你去操作，所以并不是那么好培养的。但我身边有蛮多人会使用像那个种树的 app， 叫做 Flora， 或者是很多人就会实施读30分钟，工作30分钟，休息15分钟这个方式。这两个是对我比较没有那么大的效果，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想要培养自己的自律的话，也是可以从这个方面开始。但我觉得我本身好像从小就蛮自律的，然后我觉得我有几个 mindset 是非不得已让我自律的一种感觉，就是我的想法都是说，我会想到我想要的 outcome 是什么，我想要的结果是什么。那既然我想要得到那个结果，那我现在就应该做什么事情。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我时间真的已经不够用了，我在时间不够用的情况下，我要是还不自律的话，那感觉就会更痛苦。然后再来第三点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是会滑手机分心，或者是想要打电动等等的。我觉得我也是需要有那种 self care time 的时候，但我就会想说，哦，那我需要多久，或是我有什么时间可以来做到这些事情。第二个点呢，是我觉得你要了解自己的做事的一套原则或规则嘛。我觉得我有两个点，第一个点呢是先把不用花那么多心思跟力气的事情做完，再来做比较难的一些功课。我觉得做事情的效率跟心情有很大的关系。我先把不用花那么多心思的东西做完，我就会比较放心，然后呢，好好的规划我觉得比较难的 task。然后第二个原则呢，我觉得这也是我长大后我比较可以习惯的东西，就是有些事情呢，重点要放在完成它，而并不是追求完美。Done is better than perfect。我觉得这有很多解释的方式，有一个方式就是说，有些可能真的不会影响你那么大的东西，你把它完成就好，并不一定要追求完美。而有另外一个解释方式就是说，先求有，再求好。第三个 tips 呢，我觉得在我搬出去以后，对我帮助又更大了，也就是要多应用琐碎的时间。琐碎的时间包含交通时间，也包含可能课跟课之间的15分钟。然后像我每天上课来回可能就要1个小时，我一个礼拜就有5个小时在地铁上，这时候我就会多做一些 portable task。portable task 就指的是说，我只需要我的手机跟我的头脑就可以完成的事情，而且又不用太专心。例如说，我就会利用在地铁上的时间回一些可能不是那么冗长的 email。我会滑 LinkedIn， 然后呢，就先把我想要丢的工作 save 起来，等我做下来的时候，我就可以好好丢工作。第三个就是可能，我想要发 Instagram 的照片，或者是剪 Reels， 或者是也很日常啊，想要做事的食谱，然后我需要买什么东西，都可以在地铁上的时候记下来。所以我觉得利用多余的时间、空档的时间来做这些 portable task 是非常有用的。然后很多人觉得
做事要怎么专心呢？因为不专心真的可能会浪费掉很多时间。我觉得这个真的因人而异。然后我就统整了我身边的人想法，我觉得重点就是你要让你工作或读书的空间或是过程 more enjoyable。有些人是觉得环境一定要超干净，对我来说也是，环境一定要超干净。有人需要有阳光，好，现在没有阳光。然后呢，像我呢，就是可能只要有一杯咖啡跟适合的音乐，我就可以做一整天。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因人而异。但我觉得就是你可以找一个你喜欢的工作环境，然后会让你期待的事情，让你的工作跟读书没那么痛苦。虽然我觉得很多人会说，为什么在家读不了书，或是为什么去咖啡厅可以读书？但我同时也觉得，如果你真的很难专心的话，你可以尝试看看不同的环境。家里工作，要是你书都坐不住了，可以去客厅坐一下，然后不然就是可以到咖啡厅，就是换个环境一下，或许你可以找到适合你工作的地方在哪，或者是搞不好其实一整天换不同的环境，就是让你可以专心的东西，可能环境就是让你可以期待的东西，也说不定。再来倒数第二个点就是我朋友跟我都非常同意的 be unproductive once a while。 你要 be flexible with your life， 不要让自己太累。这个 IG 账号有讲过躺平这件事情，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朋友分享，我那时候就说我有时候其实在很赶的时间剪片我也会很累，然后但是我只要去休息一下下，然后呢躺平久了我就会回来。那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我是真的很喜欢剪片这件事情。读书跟工作虽然是另外一件事情，在这里的躺平可以是指真的是躺平完全休息，但也可以是指说脱离读书跟工作这件事情，然后去做一下别的事情。那我觉得你回来就会更有动力。而且煮饭，你去外面运动走走，我觉得那都不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不要对自己那么苛刻，但在比unproductive 的时候，还是要有一点点自律。最后一个 tip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 calendar， 或是很多个 calendar。我觉得有 calendar 的目的就是你要留意你是怎么利用这些时间的。其实就跟记账的观念很像，很多人会用 time blocking idea 这个东西，就是说你选一个 task， 然后你想象你这件事情要花多久，然后就在你的 calendar 上面把这件事情 block 起来。我觉得如果是朝九晚五的生活的话，这样的方式真的蛮好的。但我觉得以我现在还是大学生的身份，跟我现在的生活，我可能就没有这么严谨，不会什么 detail 都把它 block 起来。我只需要我哪些时候是有自己的自由时间，跟哪些是没有的。然后现在呢，我就来用我的电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 calendar， 还有我是怎么plan my schedule。我规划我的行程的 tool， 简单来说就是 Apple Calendar、Notion 还有 Intuition 的手账。首先是我的 Apple Calendar， 我的 Apple Calendar 呢，通常我就会放成一页，因为我开学的时候，我就把我每天的课程都记录下来，然后当我知道我有开会，或是我有其他课，或者是我有跟别人约，我就会把它 block 起来。通常我就只会记录这样子，空白的地方我很清楚，就是知道是我多余的时间，我可以做自己的事，我可以工作，我可以做自己的事情。除非像最近需要处理的事情比较多，我就会把今天晚上 block 起来拍 YouTube 的影片。但 Apple Calendar 很简单，就是我一般的行事历。然后我第二个 calendar 就在 Notion， 是专门给学校的。这里呢，就是我自己设置的一个 calendar。在每学期拿到 syllabus 的时候，我就会把考试时间、功课要交的时间放上去。这个 calendar 上面呢，就也会写说，是什么功课，是什么班 ，due date 是什么时候。是一个报告还是功课，还有我的 status 怎么样，后面会讲得更仔细。主要关于管理的部分 ，Notion 就只有这个学校的 calendar， 然后还有一个很简单的 to do list， 就是我现在正在做什么，然后接下来还要哪些功课，然后这些是我的课外活动要做的事情。再来呢，就是我的年历，每一个礼拜的一开始，或者是在我感到非常忙碌，被所有事情快淹没的时候，我就会使用我的年历，我就会打开它，然后呢看着我的 Apple Calendar， 再看着我的 Notion 的 Calendar，
列下来我需要做的事情有哪些东西，然后呢，再规划那些事情，分配给这礼拜的每一天，写说要怎么做。因为有时候好，例如像 YouTube 影片好了，假如说我看到我规划礼拜天要上 YouTube 影片，那么我可能礼拜四拍影片，我礼拜五会先剪个初剪，礼拜六会上音乐跟上字幕，礼拜天就上片，就是它是一个 task。但是在写年历的时候，我就会写一个 flow chart 出来，然后把它分配给每一天，这就是我年历的作用。这边有非常空白的地方，你就可以多把你的想法写下来，用写的真的会好厘清你的思绪非常多。flow chart 也蛮重要的，但分享给大家。那天我在看 Notion 的 AI 功能的时候，我就发现，如果你叫他帮你制作个 flow chart， 他其实做得非常的好。我请他帮我制作读一个考试的 flow chart， 它运用的是网络上的一些原理，然后就是其实非常可靠，就是大家可以多运用看看，虽然我不常用。好，这个部分就是最多人请我分享的，就是如何使用 Notion 这个工具。可能还有一些人对 Notion 不太熟悉，但简单来说 ，Notion 就是一个结合了笔记、专案管理、资料库等各种 all-in-one 的整合工具。必须说，就是很多人可能会把 Notion 用得很漂亮，因为毕竟那可能也是他们的动力之一。但对我来说，那就是额外花的时间。所以对我来说 ，Notion 就是专注在它的功能，然后简单、简而有力就好。那所以我先来跟你们讲一下 Notion 的基本使用方式，还有一些特色。最后来再跟你们讲一下我觉得使用 Notion 的技巧。我觉得 Notion 最大的特色应该就是它可以依照你的需求来更改它程式的样貌。我就一样用这个我学校的 calendar 来做示范，它也可以改成是 board， 也可以改成是个 table， 然后就依照你的需求，它有不同样式可以更改。假如呢，你不想要它呈现的是 upcoming 或是 completed， 那你也可以在group 的地方以不同方式来 group， 你可以说你想要以不同科目好了，那你用科目你就可以知道哦，那你接下来你每一堂课这学期还有什么事情要做，看你想要它是什么样的排序，你就可以用 sort 这边改，这里应该只有 due date 比较合理，你就可以用 due date 来看它是你想要怎么样的排序。再来呢，我觉得我就一样用这个 table 来给你们呈现，就是我觉得它的 table 其实就跟 Excel 一模一样，但是非常容易使用。就是如果你想要调整，就是它的顺序，它有这个键直接让你调整日期，不管是从远到近，从近到远，直接按一下就非常好调整，没有错，它就帮你整理好了。然后我现在跳来我之前跟周杰用的东西，像这里是我的花费，然后我们这里就有一个 per person， 因为几乎很多东西我们都是 AA，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就有一个 formula， 然后呢，我们的 formula 呢就是 total 除2，非常简单。但就是其实它就是在我们还没有写 total 除2的时候，它其实就已经给你很多它原本就有的 function。其实就也蛮像 Excel 的，就 Excel 基本的东西它也都有很多。我跳来 Finance Tracker 给你们看另外一个很像 Excel 基本功能，就是想给你们看，这是我9月的记账 expense， 虽然还没记完，但最下面每一个 column 最下面呢都会有 calculate， 像这里你就可以 calculate sum， 或者是你的最低花什么最高花什么，也蛮像 Excel 的基本功能，但它就是已经内建好了，你只要按一下就好了。再来呢，我觉得是一个我写笔记后才发现的一个优点，就是很有美感，这是他们最大的一个特色。我不知道他们行跟行之间是不是有计算过，就是让我觉得看起来很舒服，我也不会太用什么颜色去调整它。但假如你要它的字体选择就是有 heading 1 2 3， 然后其他就是一样的字体。然后如果你想要改颜色呢，你就框起来或按2下，这边都可以改字体颜色或者是它的 background 颜色，很有饱和度的颜色。给大家看一下我的 job application， 很赤裸。当我把 link 贴上来这里的时候呢，它就有一个 preview 的 version， 我觉得这个很好看，就
就是你可以拉大，然后你也可以缩起来。我就是觉得它整个都是非常有美感。我觉得 Notion 最大的重点就是它有点像是我的第二大脑，就是它很方便又有美感，然后我把所有东西都集合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它还是有很多缺点，例如很多人说就是它很容易宕机，或是没网络的时候有些东西不能 save。但是美国也越来越多团队或是个人都在使用 Notion， 因为就是资料库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好用，可以把它集结在同个地方，又以不同方式呈现。然后很多人都会把它设计成网站，然后 publish 到网络上，或者是分享给别人。我觉得这是它跟其他生产力工具最不一样的地方。最后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使用 Notion 的一些 tips。首先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探索。所以呢，当你 Notion 开一个新的页面的时候，你就打一个斜线，它其实所有它有的 basic blocks 或是功能，它都会放在这。你真的就每一个都试试看，你基本上就可以大概了解 Notion 有哪些功能。然后第二个探索方式是去 Notion 的 template website， 你就会看到有很多专门给工作、学校、生活或是有什么专案要用的，它里面真的是有上千种 templates， 或是你直接打好，假如像我刚刚说的，finance tracker 好了，找，这个就是我之前用的，然后你就可以 view template。假如你觉得它跟你想象的需要的东西已经很接近，就可以使用它，然后按这个依次范本开始，它就会连接到你的 Notion。然后，但那时候我用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些东西我不需要，我就改一改，把它改成我现在这个版本，就是 monthly overview， 然后每个月的 expense， 然后就是偶尔的收入我就会记在这。然后当我觉得你还在研究 Notion 是怎么使用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研究看它是怎么做出来的。例如说，这个就是我的 data set 嘛，那你就可以看，那它这一个 monthly review 它是怎么用出来，你就可以观察它的 filter、它的 properties、它的 sort、它的 group， 还有它的 property 里面这些是怎么用出来的。然后我觉得有个小小的 tips， 就是我觉得你不管要做什么呢，你都以 table 的方式先成立一个 database。然后你就可以用 database full page， 然后呢，它就会在另外一个 page 把你的 database 储存在那一个 page 里面，然后到原本的画面，你再开一个东西 link 到这个 database， 然后可以更改任何你想要呈现这个 database 的方式。虽然你也可以直接在第一页就创一个 database， 然后改它的呈现方式，但我觉得有时候你做的东西可能到后面会比较复杂，或是你越来越多东西需要储存的时候，把所有不同资料库都集中在不同 page， 或许会干净非常多。你在第一页只需要连接到 database， 然后更改呈现方式就很好。然后利用 in relation 的方式连接两个 database。例如这账这个部分呢，我下面就有每个月的记账，然后这个每个月的记账table 呢就是我的 database， 然后上面这个也是每个月总计的 database， 但我就把它想象成一个 visualization 的画面，然后在下面的这个 database 的地方多设置一个 column， 用 in relation 的方式可以连到上面那个 database， 就是我的 visualization。上面的 visualization 呢也设定 in relation to 下面的 dataset。之后这里我就发现一个很好的东西，叫做 roll up。因为已经分类好不同 category， 我现在只要用 roll up 来找我下面的 expense 这个 column， 我就可以找到我不同 category 花了多少钱，然后它可以 calculate the sum， 就是它可以计算我总共花的钱。然后这里呢，我也有 roll up date， 因为假如我连接不同月的 database，我就只要用 filter， 我就可以只看到我选择的那一个月。这就是我玩 Notion 的时候发现一个其实很好用，但好像比较少人讲到的东西。但我觉得这就是你要先想好你想要呈现的样子是什么。以上就是我怎么管理我的时间，跟我怎么以学生的身份用 Notion。然后我可能有些地方讲的没有很清楚，那可以在留言再问我。
我都会回答。但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写下来给规划，真的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希望大家可以再忙碌也是很充实的忙碌。那我们下次见啦！